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安灵初为了躲避商业联姻，连夜从家里逃出去，坐上了最快一班飞机，直接飞去外地，只为崇尚自由恋爱，拒绝包办婚姻。正当他踩着雨点走在路上时，一个踉跄的身影正朝他颤巍巍地走来。不等安灵初反应过来，眼前这个浑身湿透的男人一头扎进他怀里了，与深邃的眸子对视，他竟然被男人的颜值给惊艳到了。喂，你没事吧？他撑住男人的上半身，急切地问。我疼。男人说完话就昏倒在他怀里，一阵的薄荷香味在安灵初的鼻息间充斥着，还有男人歪头的样子，让他刹那间有了心动的感觉。附近的酒店，安灵初将他放在床上，拿着从药房买的退热贴贴在他额头上，一切就绪。他托着腮痴痴地望着床上的男人，竟有种感激命运的兴奋。他刚来外地就遇到了病美男，这算不算千里姻缘一线牵？嗨嗨，男人在后半夜终于醒来，打量着陌生环境，扫一眼身旁睡得香甜的女人，吓得他直接傻愣在原地。为了搞清楚状况，伸手将安灵初摇醒了。你醒了？他乏力地伸伸懒腰，但见他一脸的警惕，安灵初安抚地朝他一笑。你在我怀里晕倒，我就把你带酒店了。对了，你叫啥？家在哪里？他好奇宝宝似的问。宋雨盛眉头一皱，思量许久才悠悠地说，我除了名字，好像其他都不记得了。一股的无力感让他脸色泛白起来。他只记得自己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，头上有血，其他的就丝毫没印象。至于要去哪，从哪里来，他似乎都毫无头绪。那你叫什么？安灵初抚上他的头，温柔的触碰让宋雨盛心里的烦躁不安渐渐被治愈了。如果不知道去哪，他想待在这个女人的身边。宋雨盛，你呢？他在看到眼前女人直勾勾盯着自己的领口深处，竟将人挑高了下巴，压低声音地问，你救了我，不会是想让我以身相许吧？那你愿意吗？安灵初也不扭捏，笑嘻嘻地迎上他眸子的反问。他一直崇尚自由婚姻，如果能跟眼前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，那自己也不枉费逃婚这一回了。我看你的意愿。宋雨盛话未说完，就被他用手封住薄唇，是你自愿的，可别过后赖我。一切都发生得毫无预兆，而又让人十分的期待。一个是逃婚出来的富家女，一个是失忆的男人，他们就这样的在一起了，极尽缠绵，一夜注定无眠。宋雨盛，以后你就叫姐姐。从酒店出来后，安灵初就跟他在附近租了一套小公寓，现在是他们在家吃的第一顿热饭。我应该比你大，他不情愿地反驳。安灵初给他喂一个鸡腿，才笑盈盈地说，跟着姐姐有饭吃，还有鸡腿啃，让你叫姐姐不亏。那叫你姐姐，你能一直养我，对我不离不弃吗？宋雨盛凑近在他唇上亲一下，一双眸子灼灼地盯着他，意味深长的眼神让安灵初嘿嘿一笑地抱住他脖子，想要姐姐养你一辈子，那就要看你可有8块腹肌，还有多少的本事。他直接将人抱在怀里，径直往卧室走了。喂，饭还没吃完呢，你这弟弟体能好，也不能这么折腾姐姐呀。安灵初虽一脸的拒绝，
却是主动的在扯他的领口，贪吃的心根本藏不住。姐姐，我已经找到一份酒吧的工作，可以养活你了。他轻啄一口雪白的梗子，将安灵初拽进自己怀里，深邃的眸子透着火热，对他总有一种爱不释手的冲动。不许你去！安灵初可不想，他被一群女人围观惦记，一想到会被众星捧月的样子，他整个心情都不美了。宋雨盛一脸错愕地低声问：为什么？他想给他最好的生活，尽自己的最大努力，但明显安灵初并不在意。难道他不喜欢自己？安灵初在胸星号口位置打个圈，才在耳边低声细语地说：我就想你叫我一个人姐姐。话落，不等他收手，宋雨盛再次低头吻上粉唇。一阵的纠缠过后，彼此都沉浸在欢愉中，不愿醒来了。他们之间的相处很简单，想爱就爱，不必要顾及任何事，这或许是最纯净的爱了。在两人腻在小公寓半个月后，安灵初在晚饭的时候将一块新手机递给了宋雨盛：帅哥，要不要加个联系方式？荣幸之至。宋雨盛将他设为唯一联系人，这操作让安灵初满意地抱住他脖子，凑近在薄唇亲一下，才喜滋滋地说：那个，我送你新手机，你打算怎么谢我？他一脸痴痴地盯着性感的腹肌，不禁憨笑起来，就图他身材好长得帅，自己养他一辈子都乐意。他不是好色之人，但自打遇到宋雨盛，就变得越来越急不可耐了。贪财好色不可耻，放着一个帅哥不撩拨，那才是暴殄天物呢。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。他笑着说。不够。安灵初步步紧逼，直接坐他腿上，四目凝视，眼神之间都能拉丝了。可见他的狼子之心有多明显。不然，我再以身相许一回。他耳廓微红的提议。他笑着点头，我看着行。又是一夜无眠，不得不说，有一个好体能的男友，是每个女生梦寐以求的幸福了。半夜3更的时候，安灵初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。喂。他语气慵懒的声音透着一股妩媚。安小姐，我是翟秘书，董事长突然晕倒，现在已经被下病危通知书了。我马上回家。安灵初见床上的人睡得正香，没忍心吵醒，就急匆匆开门离开了。一走就音讯全无。宋雨盛在家等了他3天3夜，没有结果，只能去路上寻他。谁料，在一个大雨的夜里，他竟被一辆车撞飞出去，人摔落在地时已经昏死过去了。他在病床躺了3天，猛然醒来后，宋雨盛眼底闪过一丝冷漠，借来护士的手机，拨通一个号码，语气十分冷漠：半小时后来医院接我。张秘书放下手机，不禁一喜，消失1个月的总裁终于找到了。原来宋雨盛不是普通的弟弟，而是京圈太子爷般存在的人物，只因为骑摩托车摔倒，而短暂性的失忆，才让安灵初给捡一个便宜，结果竟在玩腻之后，直接玩失踪了。宋总，你要找的安灵初，张秘书有些欲言又止了，很显然，结果让人难以启齿。说，宋雨盛直接扯掉了针，自顾自地冷着脸换衣服，俊逸脸上的气势让人觉得害怕。安小姐她正在与张氏企业的张总打算商业合作，最近都忙得不可开交，不过收效一般。
宋宇胜将碎屏的手机丢在病床上，张秘书眼尖地拿起来：“宋总，需要我去修一下吗？”他心里的直觉，这个碎屏手机对宋总一定很重要。不必了，直接丢进垃圾桶。撂下一句话，宋宇胜脸色冷厉的直接摔门而去了。一个女人满嘴的谎话，让他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女人这种生物就不配被宠着。高级餐厅的包间，安灵初忐忑地坐在那里，心里不禁揣测着一会儿如何跟张宏哲解释之前拒绝联姻的理由，让他能够不计前嫌的帮他度过公司的难关。你好，安小姐。你好，张总。张宏哲坐在他对面，一脸笑意打量眼前的女人，美得不可思议，不夸张地说，是他此生见过最惊艳的女人了。就因为这份绝美，才会让他明知被拒婚过，还是心甘情愿来赴约。这是我们的合作方案，张总可以先看一眼。安灵初故意让服务生晚15分钟上菜，这样一来，他们就能好好的谈合作的事了。但张宏哲颔首一笑，直直盯着他，却并没有看合同的意思。很显然，他不想这么快让安灵初如愿，因为他的目的始终都是想娶她。一个美若天仙的女人，背后又有与她匹配的娘家，即便公司就要濒临破产，但他不在乎，一并收了。不得不说，张宏哲是个十足的商人，而一向单纯的安灵初显然不是他的对手，还在傻傻以为只要自己足够优秀，就能与他达成合作，岂不知人家早把他当作案板的鱼肉，势在必得了。安小姐，不如先喝一杯。张宏哲举起红酒杯，见状，安灵初也举起了果汁，想要喝，却被他直接扣住，一脸笑意地说：“安小姐，你这诚意不够啊，不然咱这合同改天再看。”听这话外音，安灵初举起一旁的红酒杯，笑着微抿一口：“张总，我是很有诚意的。”两人吃到一半，酒也喝了大半瓶，然而张宏哲只是闲聊，一直不跟他扯合同的事，就让安灵初有些着急了。张总，合作的事，话说一半就被他笑着打断了。安小姐，合作的事可以谈，但就看你是否有诚意了。比如什么？他急切地问。若不是父亲还在医院昏迷，公司也是一团糟，他还不至于来求张宏哲。现在看来，他是有意要逼他联姻了。安灵初心里突然就委屈极了，若是宋宇胜在就好了，真想念他厚实温暖的怀抱啊。只可惜的是，自打匆匆离开后，他给发的信息和打过去的电话，宋宇胜一个都没有接，难不成还在生他的气？而他现在又回不去，心里顿时郁闷极了。嫁给我，安小姐，我们两家是世交，长辈们也希望我们结婚，这样一来，安家的事就是张家的事，一切就迎刃而解了。你说呢？张宏哲大胆地想要伸手摸他，却被一巴掌给打落手了，面子挂不住，他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了。张总，我先走了。安灵初是逃出餐厅的，望着头顶的绵绵细雨，他挫败地叹口气，却在这时接到翟秘书的电话，告诉他找到新的投资方，财力实力都远超张氏企业，只是此人极难对付，问他要不要试一试。翟秘书，再难我都想试一试。说完，他虚脱地挂断电话。这时雨正好下大了，安灵初拿包顶在头顶，
急匆匆钻进路旁的车里。而在远处的一辆黑色越野车，望着车子扬长而去，嘴角闪过一丝冷笑。果然鱼饵一抛出去，他果然1秒就上钩了。某日，本市最豪华的大厦楼下，安陵初望一眼耀眼的高楼大厦，他突然改变主意，不打算直接上去了，想来一次完美的偶遇。他眼瞅着目标人物从大堂走出来，一个脚底打滑，借故摔倒在他的脚边。谁料他不过才摸到鞋子，就被某人直接给闪开了。望着扬长而去的人，安陵初小跑着要追上去，却被身后的张秘书伸手拦住，冷冷地说：“我们宋总不喜欢被人跟踪。”我就想跟他说句话，您能帮忙推荐一下吗？安陵初将名片递给张秘书，他扫一眼后直接拒绝了。安总，我们宋总的预约已经排到半月后，若想走后门，就安氏企业现在的情况，恐怕很难。不光如此，就他甩掉宋总的恶劣行为，估计在宋总这里已经被判死刑了。张秘书，我实在很想见你们宋总，您能帮帮我吗？张秘书轻咳一声，我们宋总最讨厌女人，尤其是不辞而别的女人。安总，你觉得自己还有机会吗？你是说他喜欢男人？他一脸震惊地问。张秘书无奈地苦笑，正想提示1、2，就见黑色越野车猛地停在路边了。他迈开大长腿地跑过去，随后车子飞驰而去。安陵初却被远远地甩在身后，一脸的委屈和苦逼。宋宇胜透过后视镜，冷冷的眼神里透着不悦。张秘书，你若敢放水，我保证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他的阴冷气势让开车的张秘书倒抽一口凉气。宋总，我只是怕安小姐真去投奔张宏哲，毕竟他当初去外地就是为了躲他，现在您又死活不见他，万一他答应了商业联姻，你想挽救估计也晚了。宋宇胜冷冷地哼一声，我为何要挽救？他以为自己是谁？朝三暮四还想着投奔我，真以为我好欺负？安陵初是将他捡回了家，但从根本上就想占尽便宜。这样有心计的女人，少在他面前晃悠。或许他有试图联系你呢。张秘书指了指角落里的破碎手机。可我并不想再见他。宋宇胜瞥眼望向窗外，太阳在毒，他都想方设法地与宋总偶遇。与远在外地的宋宇胜说一声再见，就真的那么难吗？就算他当时提分手，他也不会强求，毕竟直面分手的时候，自己还不至于死缠烂打。但是一声不吭的离开，是他接受不了的伤害，就仿佛他是一个急需甩掉的累赘。安陵初站在大厦的门前，竟被保安给拦住，还跟他明确地表明，宋总最不想见的就是他。既然硬闯没成功，他只能再想其他的办法。就在这时，翟秘书给他一个地址，让他满是愁云的脸终于有了一丝的笑意。入夜，天空繁星点点，安陵初小心翼翼地躲在角落里，就等着宋总回家了。他眼瞅着有男人从车里下来，火急火燎的就朝他奔过去。这次真的是脚底打滑，让他硬生生撞进了厚实的怀里。四目相对，安陵初竟欣喜地抱住了窄腰。宋宇胜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不会给宋总当司机吧？说话间，他的手已经唤住他的脖子，亲昵的举动让宋宇胜微愣，想要扯开不老实的小手，却被他抱得更紧了。
我给你打了几百个电话，发了几千条信息，你为何都不理我？一连续的反问，让宋雨盛脸色更阴沉了。安灵初，你走之前也没跟我打招呼，现在恶人先告状，你不觉得理由很苍白呀？那是因为我家里出了严重的事，而你当时睡得正香，我就没忍心吵醒你。宋雨盛，我今天要见到宋总，你能帮我吗？他在意的始终是生意，就让宋雨盛脸色铁青的吓人了。宋总不想见你，为啥？宋雨盛用力掐住他的尖下巴，因为他在跟女友闹别扭，没空搭理你。是这样啊，他有些沮丧地叹口气。再有2天就是银行的还款日，若是再拉不到投资商，估计公司就真的要破产了。他爸还躺在医院里，公司再没了。安灵初突然觉得自己当初的任性是那么致命的伤害。跟我回去。宋雨盛要跟他把话谈清楚，谁料这时他的电话铃声响了，原来是公司董事要撤股，希望安灵初能马上回公司商议如何最快地退还股份。安灵初想要走，却被抓住了胳膊，见状他踮起脚尖，在薄唇深深一吻，才急切地说：我有事，咱俩改天再聊。再一次的，宋雨盛眼瞅着他从自己身边溜走，而安灵初万万没想到，他的宋雨盛就是宋氏集团的董事长，也是市里能翻云覆雨的厉害人物，而他却傻傻的以为他只是宋司机。张秘书，给我传话下去，看谁敢给安灵初合作，就是跟我宋雨盛对立，我会让他们死得很难看。他说完，就将手机丢在一旁的沙发里，一个人落寞地走进了浴室，任由冰凉的水冲刷着自己，让原本烦躁的心更凉到刺骨了。某日，安灵初眼看着银行收走车子，心里一阵酸楚，眼眶都变得微红。他曾答应过父亲，一定会守住公司，然而现在公司的问题却越来越严重了，让他此刻觉得好无助啊。安小姐，见一面吧，我在公司里开会，恐怕不方便。安灵初就是单纯不想见张宏哲。我就在你家附近，还是见一面吧。安灵初放下手机，看一眼微信里的位置，刚才他明显就在他身后打的电话，既然没拆穿，那他就只能去赴约了。一家咖啡店里，傍晚来喝咖啡的人很少，整个店里也就三三两两的人，而他和张宏哲坐在靠窗的位置，微抬眼，正好能看到窗外的月亮，让他紧张的心情有一丝的缓和了。安小姐，你是否惹怒了宋总？怎么讲？他一头雾水地反问。张宏哲看一眼他紧张的样子，让人看了心疼，伸手要抚摸他的手背，竟被直接闪躲。而他也没恼，笑呵呵地继续说：现在没人敢帮你，除了我。既然宋总下了封杀令，你为何要顶风而上？张总，我们虽是朋友，但不至于为我赔上性命吧？安灵初一脸淡定地问。他觉得张宏哲要帮自己，一定有他的企图，才不会傻傻地以为他是不求回报的在帮自己。我帮你只想你嫁给我，就这么简单。安小姐，我喜欢你也不是1天2天了，你能感觉得到，我是真的很想娶你，所以给我这个机会好吗？我考虑一下吧。安灵初见他眼神灼灼，没聊2句就着急离开了，
他刚从咖啡店出来，就被宋宇胜拉上了车。张宏哲追出来时，他们早已消失不见了。跑得真快，安灵初，我早晚要得到你。张宏哲发誓地嘀咕着，他不仅要得到他的人，还要得到他的公司，一石二鸟。最后等到玩腻了，再将安灵初一脚踹开。女人在他眼里如同衣服，久了就要更换新的。宋宇胜，你要带我去哪？刚上车，安灵初就忐忑地问。毕竟见他现在的脸色，再相爱的人儿也会有点害怕吧。他不会还在为自己不辞而别再生气吧？酒店啊！他一秒被惊到了。宋宇胜趁着红灯停车的空，转头望向了他。我就要听听你的真心话。说罢，他一脚油门，车子飞驰在马路上了。一夜之后，宋宇胜望着怀里的人儿，说好的要质问他，然而在走进酒店客房的瞬间，对他的思念以及长久的克制，让他如一头猛兽般向他袭来。一波波的热潮散去，他们便相拥躺在一起。对他自己还是狠不下心啊。安灵初，你要是求我，或许我可以帮你。他微抬眼眸，在他薄唇吻一下，才笑盈盈地说，宋宇胜，你能让你老板见见我吗？我真的很需要他的帮助。最怕时间静止了。宋宇胜没有说出真相，而是蹙眉头地与他对视。安灵初，你竟为了别的男人来求我，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第一次遇到自己跟自己置气的男人，还这么理直气壮的。我爸的公司遇到问题，急需一个投资方帮助我解决资金链断裂的困境。宋宇胜，我真是没有办法了。见他一脸的委屈，宋宇胜心里一软，托起他的小脸凑近闻上去，两人温情的又纠缠在一起，直到他们都筋疲力尽，才彼此相拥着入睡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宋宇胜醒来后，望一眼空着的身侧，心里顿时火冒三丈。说好的一起用早饭，他再一次的不辞而别了。难道对他而言，自己只配与他一夜情吗？张秘书，帮他解决银行的贷款问题，但别让他知道是我在帮他。张秘书一脸的疑虑，宋总，你这么帮安小姐，还不让他知道，万一他再去求张宏哲，那岂不是麻烦？随他去吧。明白了。张秘书刚要挂电话，就听对面飘来一句，安排一下，我要去见一见安总。听说病得很严重，宋宇胜认识几个国内外有名的医生，或许能帮到他。宋总，人已经安排好了，可以随时给安总动手术。宋宇胜站在落地窗前，微点下头，眉头的一缕惆怅终于舒展开了。他或许错怪他了，安总病得很重，而安灵初也因为腹背受敌，而在公司步步维艰。如果有可能，他想在暗处帮他一把。宋总，安小姐十分感激好心人的帮助，说是一定要见一见您。我觉得吧，你应该趁此机会把真实身份告诉他。明明有真情，宋总却总是不肯承认，到最后生闷气，恐怕还是自己，何苦呢？张秘书，你最近话挺多，是不是安排的工作太少了？宋宇胜转过身来，一旁的张秘书忙憨憨的一笑，趁他没有发怒，人就急匆匆的闪人了。深更半夜，安灵初因为思念，直接拨通宋宇胜的电话。喂，我想你了。他还不忘打个酒嗝。你喝酒了？
他揉一下太阳穴，淡淡地问。自从得知他情况后，宋雨盛对他的反感也不知何时就消散了，换成了心疼。宋雨盛，叫声姐姐听听。你在哪？他坐起身来，就去厨房倒一杯温水，才想起来他并不在身边，嘴角扯出一丝苦笑。我在家里呀，今晚吃了一顿饭，本以为是鸿门宴，没想到几个董事都在支持我。宋雨盛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或许能拯救父亲的公司，只是我们俩，他已经答应了张宏哲的提议，两人只是订婚，在公司度过危机后，再以他来提出分手。这样一来，彼此都不受损失，而他也能获得东边的地皮，这便是折中的办法。因为不是结婚的要求，所以安灵初一口就答应了。但唯一的附加条件是，在这2年里不能有任何的绯闻出现，不然合作就终止。而他也要面临高额的赔偿金，所以跟宋雨盛之间便只能分手了。你要提分手？他冷冷地问。安灵初心慌地摇摇头，只是暂时的不联系。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们可以先分手。等到话未说完，就被宋雨盛打断了。那就分手吧。好吧。安灵初委屈的眼泪都滚落下来了。他舍不得宋雨盛，但为了公司来考虑，又不得不放弃自己挚爱的人，突然觉得好心痛。安灵初，你不要后悔。他咬牙地说。不管过去还是现在，他首先可以放弃的总是他。宋雨盛突然觉得他就是彻头彻尾的傻子，总被他牵着鼻子走。与传言中冷漠薄情的宋总果然相差太大，难怪在别墅门前他都可以将自己认作司机，看来是自己太仁慈了。门被打开了，安灵初想要关门，却被他一把拦住了，之后就堂而皇之地走进客厅，把他给吓清醒了。宋雨盛，你不应该来我这。万一被爆出绯闻，他是要赔大笔钱的。你就是一个小公司的老板，不会有人会24小时跟拍你。他无情地调侃着。那也不行，我们已经分手，你大晚上闯进来，我可以告你乱闯民宅。话刚落，宋雨盛拦腰将他拽进怀里，手指掐住下巴挑高了，才一脸邪笑地说，那很好，你可以负担高额的赔偿金，我不在乎眼睁睁看你破产。安灵初被吓得愣在原地。宋雨盛，你既然知道我的苦衷，那就不能干静静的分手。不能，我还要你做我的情人，不然后果你知道。宋雨盛趁他不备，在粉唇狠狠啄一口，直到彼此鼻息都有血腥味了，才笑着松开了他。唇角被咬破一个口子，正在慢慢往外渗血，有种异样的妖娆，让他不禁喉结一紧了。宋雨盛扛着他走进卧室，刚将人儿丢进大床上，就轻身压向了他。一阵强烈的攻势，彼此都沉浸在火热之中，渐渐没了该有的理智了。又是一个不眠的夜晚，安灵初再一次的在他厚实的怀里沉沉睡着。因为是在自己家，他没能大清早的逃之夭夭，而是低眉顺眼的求着某人赶紧的躲起来，因为张宏哲此时正在门外。求你了，先去衣橱躲一躲呗。他苦哈哈地求他。先来后到，你不会不懂吧？宋雨盛手握咖啡杯，一脸邪魅的笑，丝毫没有要离开的打算。安灵初在他薄唇亲一口，就将人往衣橱里推，而宋雨盛还不满足地跟他纠缠着。一顿的热吻过后，他才勉强地答应，
让他立马离开，多喝一口水，我都让你们俩终生后悔。我发誓，一滴水都不让他碰。安灵初终于去开门了，见门外手捧鲜花的张宏哲，轻笑着说：“张总，好早啊。灵初，我想请你去游乐场玩，你有时间吗？”“好啊，但你要等我10分钟，这是我亲手冲的咖啡，在车里等人的时候喝最合适。”见他笑着点头，安灵初终于关上门了，他才长吁一口气，就见宋雨盛已经朝他走来，俊逸的脸上带着阴沉，不等他解释，就冷冷地说：“我跟你一起去游乐场。”“那铁定不行。”他可不想看他们大打出手，3个人的游乐场无疑就是一场修罗场。“那你就跟我去游乐场，正好我们认识快3个月，还没一起去玩过呢。”说完，宋雨盛就拦着他手要出门，就把安灵初吓坏了，忙安抚地在他耳边低语：“我跟他说不去了，但你要悄悄地离开，不然咱俩就一拍两散。”“好，都听你的。”宋雨盛在他额头吻一下，将一个钻石项链套在他脖子上，并放进领口里贴近心口，才一脸坏笑地说：“今晚就搬去我的房子，地址我已经发你微信了。”可是他还想抗争，但在瞅见他冷漠的眼神时，只能犯怂地点点头。不光是因为怕他，其实在内心深处，安灵初也是想跟他在一起的，自己捡的小狼狗，根本不舍得放手，好吧。宋雨盛给他的地址是自己在郊区的一处别墅，虽不是奢华的，但也比在外地租的小公寓要好的没法比，就让安灵初一眼就惊呆了。“宋雨盛，你真不是隐藏的富二代。这是宋总的别墅，我只是帮他看家，顺便住在这里。”宋雨盛慵懒地说。安灵初单手将他勾进怀里，笑盈盈地说：“叫声姐姐听呗，我身份证找到了，比你大3岁。”他在记起一切后，再回想在公寓里一声声喊他姐姐的场景，就觉得好脸红，现在是打死也喊不出口了。“哥哥，我想你了。”谁料安灵初竟主动地改口，眼神迷离地盯着他，就让宋雨盛一阵的燥热，拦腰抱起他就往2楼卧室走去。今夜注定又是不安分的一晚了。“安灵初，你是一个富家名媛，就甘心跟我一个司机在一起，不考虑嫁给富二代张宏哲。”一场欢愉后，他轻咬他小巧的耳垂，低声问：“不怕你笑话，在你扑进我怀里的那一刹那，我就对你一见钟情。宋雨盛，我没你不行的。”爱是真的爱他，但至于2人能走多远，安灵初从未想过，他只想在能爱的时候，好好跟他相爱，以后的事，那就交给以后再烦恼吧。“安灵初，你不要忘了今天说的话，若有背叛，我会让你……”他适时用手封住他的嘴，在唇边低声地说：“宋雨盛，我只会更爱你。”如果公司能够走出危机，他第一件想做的事就是跟他去领证。如此撩人的小狼狗，他只想据为己有。然而他大话没说多久，就被现实给打脸了。某天的下午，张宏哲拿一张医院的化验单，将安灵初堵在办公室里，气势汹汹地朝他低吼：“说好的2年，这才不过半年，你就给我整出幺蛾子！安灵初，你到底要不要我帮你？”他步步逼近，却让安灵初惊出一身汗，本能想要躲开，却被抵在墙边了。“张宏哲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跟我合作，
也有自己私心，真当我是一无所知的小白兔。既然你已经知道我怀孕，咱不去聊聊解决办法？安灵初淡然的一笑，我可以当一切没发生过，但你必须留掉这个孩子，否则你就等着赔偿吧。孩子的事我会考虑，但要不要留下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安灵初再赌。张宏哲不舍得放弃那块地皮，如果让他赔偿，就意味着地皮也物归原主。张宏哲是个商人，自然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那就结婚。你疯了？张宏哲冷厉地迎上他的美眸，不结婚，那就留掉孩子，不然你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吗？安灵初，反正也是假结婚，不耽误你我各自玩乐。这样一来，你肚里孩子还有名正言顺的身份，不至于是个私生子，对你百利而无一害，不是吗？让我想想。他确实有些犹豫了。张宏哲拍一下他的肩膀，低声笑着说，本周五是个好日子，我在民政局等你。说完，他潇洒地转身离开，而被甩在身后的安灵初却陷入深深的思考中。这个孩子的到来真的难到他了。医院，安灵初在医生办公室里听着女医生说，你怀的是双胞胎，一切都很好，但由于你身体有些弱，在未来2个月要多注意休息，不能有大的情绪波动。不要不行是吧？他自言自语地说。女医生摇摇头地说，多少女人想怀不了，你现在有了双胞胎，竟然想流产，难道26岁的年纪还不能为自己的后果负责吗？医生，这个孩子我们要了。宋宇胜猛地推门进来，淡然地表明心意。你怎么来了？安灵初心慌地盯着他。跟我走。宋宇胜朝他温柔一笑，牵着小手，两人相依偎着离开医院。等他们坐上车后，张司机才低声问，宋总，我们要直接去民政局吗？开得慢一点，孕妇需要绝对平稳。明白。张司机说完，将中间的隔板放下来，宽敞的后座成为一个私密的空间，可以让他们更随意一些。你是我一直见不到的宋总。他终于聪明一回了。宋宇胜微点头了。那你为啥不第一时间告诉我，你就是宋总，还让我误以为你是宋总的司机？宋宇胜，捉弄人很好玩吗？他气鼓鼓地瞪着他吼。我从未否认是宋总，是你自己把我当成他的司机。安灵初，我要是晚去一步，你是不是要杀了我的孩子？安灵初本能地摇头，她从未想过要流产，只是单纯地做个产检好吧。还打算要嫁给张宏哲。她一口否定，我只是同意考虑。宋宇胜，你不会在我办公室安监控了吧？是你们翟秘书告诉我的，你不会以为给你父亲找医生的事也是张宏哲在暗地里做的吧？宋宇胜将他重新拉进怀里，四目相望，他低头吻上了粉唇，温柔地纠缠许久，才舍得将他松开，面若桃花的样子让他忍不住的心里一阵燥热了。该死，这才刚怀孕初期，他就不想要克制了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不然我才不会痛快答应他合作呢，难不成是你？安灵初恍然大悟地瞪着他，就见宋宇胜慵懒地点点头。早知如此，他就该早早让他知道，也省得让张宏哲钻了空子，而自己倒成了背后的男人。安灵初，今天把证领了，明天你就给我在家安心养胎。
那公司的事，他担忧地问。其实担忧都是多余的，毕竟凭宋雨盛的实力，莫说一个公司，就算是本市所有的公司都遇到危机，他都能轻松地解决问题。所谓泼天的富贵，可不是说说完的。若早知他的小狼狗就是一手遮天的宋总，他直接抱大腿多方便，什么张宏哲、李宏哲，那都是下策了。公司的事我来解决，你就安心的当宋太太。他主动吻上了薄唇，离开的时候才一脸幸福地说：宋先生，有你真好，可我更喜欢听你喊姐姐的感觉。全剧中，